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杨紫和程毅在《如懿传》的脱掉背后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和无奈。这部电影一上映就遭到了热烈的批评，一些人嘲笑特效，一些人质疑造型，有人批评剧情，还有人质疑演员的演技。在一片讥讽中，一部 S 加级的剧被夷为平地。作为该剧的主要演员，杨紫和程毅也未能幸免。有人认为，程毅的造型和琉璃相比基本没有变化，只是为了不同的戏穿了同一件衣服。有人指出，杨紫的脸蛋不如孟子怡，演技浮夸，每时每刻都在穿越到香蜜沉沉烬如霜。说实话，就神香如粉的剧情呈现而言，确实不符合观众的期待。抛开服装和特效，剧情真的没什么新意。这种神仙之间的爱恨情仇，观众早就看腻了。如果导演和编剧想出新的东西，也许能吸引观众，但他们却用了老套的手法。剧中男女主角的人设也有问题。杨紫在剧中的角色和香蜜沉沉烬如霜中的金秋非常相似，她一出现就调皮可爱，后来慢慢长大。程毅的人设是琉璃中雨丝风角色的翻版，一个高度紧张的古代傀儡老大。剧情平淡无奇，拍摄老套，人物性格老旧，被骂也是理所当然。有些人可能不明白，为什么杨紫和程毅要接这样一部乏味无趣的剧。毕竟两人之前都出演过古装剧，而且都是爆款。他们应该从阅读剧本中知道这与他们之前的工作大致相同。演员应该尝试不同的角色，以求突破和提升，而一遍遍地扮演同一类型的角色，弊大于利。他们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，所以他们为什么要接受它？其实，如果你了解《如懿传》的拍摄过程，就会知道杨紫和程毅不得不面对现实和无奈。开拍时，程毅刚刚凭借琉璃的作品走红。虽然已经走红，但他作为顶级演员的地位还不是很稳固。当时，他迫切需要一部作品来巩固他的知名度。这部剧《香如粉》是欢瑞世纪为程毅量身定做的，而应远的人设与雨丝风相似，以加深观众的印象。该剧当时是 S 加，被认为是好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沉香如粉的女主角不是杨紫，而是另一位号称富贵花的女演员。虽然她的人气不如杨紫，但她仍然是一个当红的女演员。与程毅的合作非常激动人心，但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在拍完最后的照片布景之后，富贵花就退出了节目。没有女主的剧肯定不会拍，导致项目不得不搁浅。辞职后不久，传出杨紫即将担任男主角的消息，粉丝纷纷表示反对。但是杨紫当时还是快乐大本营的艺人，因为感情和理由，她不得不救场。就事论事，杨紫和程毅并不是平等的角色。沉香如屑对程毅来说是锦上添花，对杨紫来说却是可有可无。因为以她的人气和知名度，她想有什么样的戏就有什么样的戏，所以她真的不能走回头路。更何况当时她还有一部古装剧要播出，合作的演员也是圈内的人气偶像。但作为欢乐颂的艺人，她又不得不接。于是最后决定由杨紫和程毅出演这部剧。无奈的是，当时杨紫明明是在救场，却被传出要抢别人的角色，这让欢瑞世纪不得不发出澄清声明。可以想象，一部电视剧停滞了一段时间，因为女主角的辞职而重启，是可以想象的。剧组人员的心情如何呢？恐怕原来的积极性和热情早已被淘汰了一半。尤其是刚刚走红，受到公司高度赞扬的程毅，因为女主角的辞职而陷入了尴尬。新女主角还来救场，心里肯定五味杂陈。至于杨紫，她的心情可能不怎么好。我明明可以接很多其他类型的作品，但因为公司的原因，我又不得不演古装剧。这里面肯定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。沉香如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拍摄的，效果可想而知。但毕竟世事难料，当沉香如屑时，娱乐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受邓姓男星杨紫的影响，香蜜沉沉烬如霜成了一部敏感作品。
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在人气偶像的影响下，即将播出的古装剧被彻底埋没了。受成毅原配的影响，刘丽也成了一个非常忌讳的电视剧，而辞职的富贵花也成了问题艺术家。当然，艾草如屑与他没有关系。如果我今天知道，我一定会感谢他的辞职，否则这也是一件埋没的作品。还是说回杨紫和成毅，他们都是炙手可热的人气明星，但由于别人的影响，他的代表作一个丢了，一个也没了，这直接导致了观众对艾草如屑的期待大增。一方心不在焉，另一方期望值大增，沉香如酥推出后的情形可想而知。不过这件事毕竟不能怪杨紫和成毅，作为艺术家，他们有很多最后的手段。虽然他们在琼浆玉液中的角色与他们以前扮演的角色相似，但他们的表现仍然是可圈可点的。他们不应该承担服务、特效和情节的负担。说到底，这是剧组的问题。在早期阶段，演员们没有很好的协调，这导致了幻灭。到了后期，拍摄终于正常了，也没有用心去对待。当它被播出时，剪辑和特效都不强，最后导致 S 加级作品不尽人意。都说演员是小红靠养，大红靠命，影视剧也是如此。回顾沉香如屑的拍摄过程，能够顺利完成拍摄并推出，实属不易。至于杨紫和成毅，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不应该被抱怨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